今天我们要来拆解这个号称宇宙级 Wi-Fi 的革命性技术，也就是低轨卫星。想象一下哦，你现在人就站在撒哈拉沙漠的最中心，放眼望去，除了沙子还是沙子。放在以前，你绝对是完全与世隔绝了，对吧？但如果告诉你，就算在这个地球上最荒凉的角落，你还是可以掏出手机，毫无延时的打高画质视讯电话，甚至顺畅的追剧呢？这听起来超级像科幻小说的情节，但其实这已经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飞行计划会经过5个阶段。第一，什么是低轨卫星？第二，太空中的路由器。第三，连接天与地的桥梁。第四，改变生活的未来应用。最后一个部分，我们会带大家一窥这条兆元商机的产业链。马上进入第一部分，到底什么是低轨卫星？顾名思义，它就是运行在地球表面2000公里以下轨道的人造卫星。各位要知道，以前那种传统的同步轨道卫星，通常都是高高挂在距离地球36000公里远的太空中。相较之下，低轨卫星根本就像是贴着地球表面在飞一样。这个2000公里以下的关键数字，就是它颠覆传统通讯规则的终极秘密武器。那因为它离地球真的很近，单一颗卫星能覆盖的范围当然就很有限。那怎么办？很简单，我们就发射成千上万颗，让它们在太空中交织成一张超级绵密的网子。这样做不仅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覆盖，连最偏远的深山或汪洋都能收到讯号。而且因为体积小，可以大量生产，它的建制成本可是比传统大型卫星低太多了。这概念就像是用无数个小型基地台把整个地球给包出来一样。接着来到第二部分，太空中的路由机。你看这个里面密密麻麻布满精密电路板的设备，这个专业术语叫做卫星筹载。各位可以把它想象成是这颗卫星的大脑加上心脏，它是卫星里面最核心的设备，所有信号的接收、处理和发送全部都要靠它。要是没有了它，这颗卫星就只是在太空中漂浮的一块超贵金属而已。为了让大家更好想象，我们直接用你家客厅那台 Wi-Fi 路由器来比喻好了。卫星筹载主要有4大功能。第一，通讯系统，这就像是路由器的天线，负责收发讯号。第二，电源系统，就像路由器的电源线，只是在太空中它是用太阳能板来发电。第三个，姿态控制，非常关键，这就像是你手动去转那个天线的角度，确保讯号有精准对准地球上的目标。最后是热控系统，这就等于是里面的散热风扇，在太空中那种极冷极热的极端矫正环境下，保护这些娇贵的电子设备不会宕机。这样一想，是不是瞬间就觉得很好懂了？第3部分，我们要来看连接天与地的桥梁。各位可以对比一下哦，一边是那种宛如科幻电影场景，超级巨大的地面站天线，而另一边却是小巧、极简，甚至可以直接丢在你家院子里的实用者终端设备。这2个东西加起来，就是我们连上太空网络的关键。地面站就像是整个地球连上太空的超大型数据机，而终端设备就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手上的接收器。地面站可以说是整个系统的重工业枢纽啦，它里面包含了负责收发信号的大型抛物面天线，还有把太空讯号翻译成我们网络语言的处理设备，以及连接地面光纤网络的路由器，最后还有随时监控卫星状态的控制中心。这些设施通常都建在空旷的地方，默默扛起整个网络超庞大的数据传输量。那回到我们普通人身上，使用者终端就非常贴近日常生活了。如果你很爱爬山，你可能会带着那种在无讯号深山里可以救命的卫星手机。如果你住在比较偏远的乡村，可能就会在屋顶装一个家用接收器，直接抓太空来的高速网路。甚至在不久的未来，你的车顶上就会直接配一个小型的车载终端，保证你开车跨越南北的时候，导航跟车上娱乐系统永远不会断线。
再来是第4部分，这到底会怎么改变我们的未来应用？以前的卫星因为离地球太远，讯号来回一趟动不动就要几百毫秒甚至1秒的延迟。可是低轨卫星因为很近，它的传输延迟可以压到只有20毫秒，这速度几乎就跟我们在地面上用光纤上网的感觉一样快，而且数据传输量还超级大。为什么说20毫秒差很多？因为这种极低延迟直接解锁了次世代的科技应用。我们拿自动驾驶来举例，想象一辆时速100公里的自驾车，如果在接收刹车指令的时候卡了半秒钟，车子早就喷飞10几公尺，这可是会出人命的啊。但有了低轨卫星的极低延迟，自驾车就能随时做出即时反应。同样的道理，未来的智慧城市需要24小时监控交通号志、电网，还有数以亿计的物联网设备需要稳定连线，这些全都要靠低轨卫星在背后撑起这个隐形的骨干。最后第5部分，我们来聊聊最实际的兆元商机产业链。你可以把整个产业链想象成一家超级高科技的太空物流快递公司。首先要有顶尖工程师负责研发设计，再来是制造生产，把卫星和地面设备做出来，接着是最热血的发射服务，靠火箭把这些设备快递到太空轨道上，最后是运营服务，确保你在地球上随时都有网络可以用。这当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代表着几十亿美元的超大市场。